我儿子呢，最近认识了一个新朋友啊，但是我总感觉这个孩子的品质有问题，所以说我总告诫我儿子，你以后呢少跟他来往，别总是跟他一起玩啊。但是当我听说这个孩子身上发生的一些事儿以后，真的是让我不禁潸然泪下啊。就是前几天我儿子在小区里面认识了一个新的小伙伴，比我儿子呢大2岁，之前呢也不认识，最近这几天呢才开始在一起玩啊。傍晚的时候呢，在小区里面一块玩，然后这一来二去的呢，两个人就熟络了起来，还成为了一个好朋友。我儿子呢，就时常的邀请这个小朋友来我们家来玩啊。说实话，这个小孩呀，我不太喜欢他。他到我们家以后呢，就是各个屋里面他就乱窜啊，一会儿在客厅里面玩一会儿，一会儿在卧室里面玩一会儿，然后一会儿再到那个次卧里面再看看，一会儿再到厨房里面看看，我就挺反感他这种行为了。往小了说呢是不守规矩，往大了呢说呢，我觉得呀这个孩子的家教不怎么好。后来呢，我就告诉我儿子，我说呀，你不要随便邀请别的小朋友来咱们家来玩。我儿子呢就反问我为什么，我说别的小朋友爸爸妈妈又不知道，想找他们的时候找不到，当家长的该有多着急啊，对不对？尽管这样啊，我儿子还是时不时的就邀请小朋友来到我们家来玩。记得上次呀，他来我们家的时候呢，我老婆是买了一大包的那种大鸡架，然后放在客厅的茶几上面啊。我跟我老婆呢，两个人就在厨房里面做饭，两个孩子在客厅玩。我就看见这个小朋友呀，就是看着这一包那个鸡架就在那边咽口水啊。我就拍了拍我的老婆，给我老婆使了个眼色，我说你看这个小孩有多馋呢。我老婆倒是没当回事啊，冲我一笑，说孩子嘛不都是这样的。然后我老婆就特别热情的招呼这个小朋友，说你们两个洗手就吃吧，不用客气。过了一会儿，等我出来的时候，我看见这一包炸鸡架已经吃的差不多了，我就问我儿子，我说你们两个挺能吃的呀，我跟你妈还一点都没吃呢，也不给我们剩一点。我儿子说呢，我可没有吃啊，都是他吃的。这个小朋友呢，不但没有觉得不好意思啊，反而给我提了个更过分的要求，说叔叔呀，我可不可以把剩下的那点鸡架拿回家去？我说为什么呀？小朋友说呢，我想给我爸爸吃。我当时听完这句话，我真的是哭笑不得啊。中国有句老话嘛，叫子不教父之过，你自己吃也就完了，还想把剩下的东西拿给你爸吃。我一听这句话，我就特别生气，我就问他，我说你爸是干啥的呀？这孩子说我爸爸啥也没有干。我说你爸是干什么工作的？他说我爸什么工作也没有干，我爸就是在家里待着呢。我说那你妈呢？小孩说呢，我妈带着我姐回姥姥家了。我当时已经表现得非常不耐烦了啊，但凡是一个正常的成年人都应该看明白我的态度。但是这个小孩呢，听完我的问题以后呢，反而是眼巴巴的看着我说，叔叔呀，我可以拿走吗？我说行，你快拿走吧，快拿回去让你爸爸尝尝吧，你爸没有吃过吗？他走以后呢，我就给我儿子下了最后的一个通牒，我说呢，你以后不要再带他来咱们家了，听见了没？当天晚上吃完饭的时候，我跟我儿子出去在小区里面遛弯，经过楼下的时候呢，我儿子就跟我说，那个小朋友啊就住在这栋楼，我要去找他玩。我说你别去，还没等我说完呢，我儿子已经跑到了他们家门口，因为他们家就是住那个1楼嘛，我儿子已经在那敲门了。我说你赶紧回来，别敲了。话音未落呢，门就开了啊，是这个小孩的奶奶。小孩的奶奶呢，看了看我儿子，又看了看我，迟疑了一会儿，问我说是不是我孙子惹祸了。这时候我才明白过来啊，原来这个大姨呢，以为我是来兴师问罪的。我说不是，我儿子呢跟他是好朋友啊，我儿子是来找他玩的。这时候呢，这个大姨才松了一口气儿。然后呢，大姨特别热情的招呼我说进来坐一会儿吧。然后这个时候呢，小孩也从屋里面跑了出来，一边拉着我往里面走，一边跟他奶奶介绍说，就是这个叔叔呀给我的炸鸡架啊。进屋以后呢，真的可以说被眼前的一个景象给震惊了。家里面就没有什么像样的家具，一张古老的桌子上面放着一些简单的一些残羹剩饭啊。这时候呢，从屋里传出来一个中年男子的声音，问着孩子的奶奶，妈谁来了？我循着声音我就进去了啊。小孩的爸爸呢是瘫痪的躺在床上，我们两个简单的聊了几句之后，他特别不好意思的跟我说，小孩不懂事，让你见笑了啊，还从你那里要来不少的炸鸡架，真的是太谢谢你了。我说别这么说啊，你孩子呢能有这份孝心，他真的是太懂事了，要比一般的孩子也成熟了太多。后来呢，听孩子的奶奶就说啊，孩子的爸爸是在一次交通事故中呢，是整个的截肢瘫痪了。从那以后呢，孩子的妈妈就带着女儿回了娘家，很少回来。这爷俩的生活起居呢，全部都是由老太太一个人来照顾。第二天呢，我就跟我老婆，我们两个人做了一桌子的好菜好饭啊，让我儿子呢把这个小朋友邀请到家里面，在我们家吃的饭啊。吃完饭以后呢，我把提前准备好的水果跟点心，还有点心盒里面我塞了500块钱啊，我就拎着这2样东西啊，孩子送回去了。到家门口以后呢，我把这2样东西给了他，我说我就不进去了，这些东西呢给你爸爸给你奶奶吃，以后呢你有什么困难你就找叔叔，谁欺负你了你就跟叔叔说，叔叔呢帮你做主。晚上我快要睡觉的时候呢，孩子的奶奶就领着孩子来
找到我们家了啊，把这200块钱呢给我送回来了。敲开门以后呢，孩子的奶奶眼含热泪，我说大姨啊，啥也不用说了，远亲不如近邻啊，以后你有什么困难有什么事呢，你尽管找我就行了。我也没有什么多大的能力，像这种家庭啊，咱们能帮一把是一把。以前我还觉得说这个孩子没有家教啊，但是当我知道他身上发生的这些事情以后呢，我反而觉得这个孩子呢是坚强勇敢乐观孝顺，反正我是被他的这种精神给折服了。我也希望呢这个孩子以后能越来越好吧。